这才是在野外突遇暴雪的情况下，能真正抵御零下20度低温的透明小屋。当一场暴雪刚刚席卷过中伯利亚森林，这种恶劣的天气竟然让杰克在这里迷失了方向。此时森林的能见度很低，而且完全看不到太阳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不好的预兆。正当他担心暴风雪会再次折返时，在一处相对空旷的地方，他发现了一处非常完美的营地。这地方被4棵树围绕，而且中间没有障碍物。有了这样的天然结构，他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建造出一个完美的抗寒庇护所。营地清理干净后，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卷聚乙烯薄膜。这东西在寒冷的地方简直就是保命神器，只要有树围绕，利用薄膜就能很快地搭建出抗风保温的庇护。此时的天色在逐渐变暗，森林的温度也在慢慢的下降。为了能让庇护所的屋顶不被积雪压塌，他将围绕大树的薄膜缠绕了3层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雪，那你就在评论区吱一声，我看看现在这个季节哪里都开始变冷了。屋顶建造好之后，他开始制作墙体。这卷薄膜放在背包并没有占据太多空间，但这东西至少能制造一个30平米的透明小屋。虽然现在还未到冬季，但中部森林的温度已经很低了。杰克感觉身体有一些寒冷，为了防止失温症状的出现，他收集了一些柴火，点燃了篝火，为接下来的建造做保障。他将盛满雪的水壶放在篝火上烧开，然后坐在了防潮垫上，喝了一杯热水。此时的雪越下越大，不过有了篝火和热水的保障，他也不用担心身体会出现失温了。身体暖和过来后，他划开了一道口子当做庇护所的入口，然后他就走进了小屋的内部。一会儿的时间，积雪已经压在屋顶上一层了。他还发现脚下的缝隙在呼呼地往里灌着寒风，现在的他要将这些缝隙全部堵死，再在上面压上一层雪，这样做庇护所的底部非常严实了。紧接着，他拿工具出去找来了一些树枝，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夜，那就一定要让身体越过地面。之后，他用剩下的树枝做出来了一个入户门。他的庇护所所有的结构基本都依靠薄膜搭建而成，这东西抗风而且还保温，现在只需将壁炉点燃，屋内就会很快的暖和起来。大量的烟雾从烟筒冒出，温暖的热气全部都被保留在屋内。他趁着屋内升温的同时，将背包拿了进去。此时外面虽然风雪交加，但杰克的透明小屋有了壁炉的加持，屋内很快就有了一些温暖的感觉。他给壁炉再次添加柴火之后，就走了出去，从外面取了一些雪。坐在锅上，等水热之后，他将配菜放了进去。转眼间天就已经黑了，外面的风雪还在持续，但杰克的小屋内很暖和，屋内的积雪已经被壁炉融化干净，刚才炖煮的蔬菜也已经变成了菜糊。虽然身处寒冷的环境下，但一口热乎的蔬菜汤入口后，他就已经感觉非常的满足了。饭后，他将睡袋铺在床上，然后就钻了进去。可能是外面太冷，感受到屋内温暖的杰克，刚躺下没一会儿，他就睡着了。